近日，新加坡政府在线报公布褫夺一名与前交通部长易华人女儿同名女子的公民权，引发社会关注。该事件再次体现了新加坡在公民身份管理上的严格法律制度。政府通过宪法规定和公开公示手段，确保公民身份的合法使用与国家单一国籍政策的执行，为公众树立明确的法律边界意识。根据新加坡宪法，年满18岁的公民若在1960年4月6日之后向外国申请或更新护照或使用外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政府可依法褫夺其公民权。核心逻辑在于强制单一国籍原则，即便个人未正式加入外国国籍，只要申请或使用外国护照，也会触发法律后果。这一制度体现了新加坡对公民身份行为的严格监管，而非单纯依赖国籍状态。2019至2023年间，每年平均约1600名成年公民因持有多重国籍受到处理，显示政府对此类行为的常态化监督与法律威慑。被褫夺公民权的女子姓名与易华人女儿一致。公开信息显示，她2015年毕业于新加坡艺术学校，2016年至2020年在澳大利亚求学，目前在墨尔本工作。易华人在2022年曾提到女儿在澳大利亚留学，时间线高度吻合。政府通过线报公示褫夺决定，但未披露其最后已知地址，也未明确其是否已放弃新加坡国籍。根据宪法规定，被褫夺公民权后，当事人将失去投票权、担任公职资格及可能面临出入境限制，但强调制度公开与程序合法，确保法律执行的透明性和规范性。移民与关卡局以保密为由不对个案发表评论。新加坡坚持单一国籍政策，背后有深层国家安全与公共资源考量。首先，保障公民忠诚唯一性，防止在外交、国防等敏感领域出现利益冲突。其次，确保公民身份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排他性，如祖屋购买权和教育补贴等。最后，通过严格执法巩固国家法治形象。过去5年，新加坡依宪法第135条褫夺了10人的公民权，包括跨境洗钱案件相关人员。政府的做法显示，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与政商相关的人士，只要行为触发条文规定，都会依法处理。这体现了制度化、法治化的国家治理思路。事件引发公众对政商关联、权力家族及留学生身份管理的讨论。易华人家庭因受贿案已处于舆论焦点，公众普遍将两起事件联系，担忧政治人物是否可能被法律连带追责。此外，海外留学生群体面临新的国籍法律风险。长期留学或居留海外，若申请外国护照或使用其他国家旅行证件，极可能触发褫夺公民权的条款。学者指出，法律适用存在灰色地带，例如海外紧急情况或商业出差使用多国签证时，是否算作行使外国公民权利，尚未有明确解释，引发公众对法律边界的关注。新加坡通过宪法条款、宪报公示及制度化执法，对公民身份管理形成全链条保障。政府强调程序合法、公开透明，确保法律面前无特权。对于公民，尤其是海外长期居留或留学者，建议提前向移民局咨询，避免因护照使用触发法律后果。在海外旅行时，应始终使用新加坡护照，并保留相关出入境记录作为证明。理解单一国籍政策的重要性，公众也应关注内政部政策更新和跨境法律协作信息。这种制度安排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化国家主权、法律秩序及公民身份管理的精确性。此次事件不仅是个案，更凸显新加坡在公民身份管理上的严格法律逻辑和制度执行力。政府通过宪报公示和常态化监管，强化单一国籍原则，提醒公众关注法律边界。未来随着跨国人口流动增加，类似事件将持续考验新加坡法律的精准性与制度适应性，为社会提供法治与制度教育的示范。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这起案件你又是怎么看的？双重国籍究竟是自由与机会，还是隐患和代价？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